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餐厅遇到问题怎么说。小美，今天我们聊聊餐厅问题吧。好的呀，大明，这个话题很有用呢。是啊，比如菜上错了怎么办？哦，这很常见。你可以说对不起。然后呢？怎么表达菜上错了？你可以说我点的不是这道菜。哦，明白了。那如果菜不新鲜呢？你可以说这个菜味道不对。或者菜有点凉了，这样说吗？对呀，或者这道菜好像坏了。听起来有点直接，会不会不礼貌？没关系，你可以先叫服务员过来。怎么叫他们比较好呢？服务员啊。最好说你好，请问，或麻烦一下。哦，这样更礼貌一些，对吧？是的，等他们过来，再慢慢说问题。那如果等了很久，菜还没上呢？你可以说，请问我们的菜好了吗？也可以问，大概还需要多久呢？对的，这样比较客气，他们会去查。那万一桌子不干净，或者餐具脏了？你可以说，请帮我换一下餐具。哦，直接提出要求就好，是吗？是的，或者说，麻烦擦一下桌子。这些都挺实用的，我记住了。还有呢，如果账单有问题怎么办？这个也很重要，怎么问比较好？你可以说，请问账单是不是算错了？或者我们没有点这道菜，为什么在账单上？对呀，要仔细核对账单，很重要哦。我有时会觉得不好意思提问题呢。没关系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但要礼貌。说得对，保持礼貌是关键，对吧？是的，语气平和，不要大声抱怨。那如果服务员态度不好，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要求和经理沟通一下。哦，直接找经理，这算是比较严重了。是的，但通常小问题直接说就行。那如果餐厅太吵，我可以提出来吗？这个比较难，但你可以问有没有安静的座位。哦，原来还可以这样说，学到了。总之，遇到问题不要忍着，要说出来。但要用对方法，对吧？礼貌的表达。完全正确，这样双方都会比较舒服。谢谢你，小美，今天学到好多实用句子。下次在餐厅遇到问题就不怕了。对啊，吃饭体验好，心情才会好吗？是的，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享受美食。下次我们再聊别的有趣话题吧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尽管问吧。如果菜上错了，该怎么说呢？哦，你可以说这不是我点的菜。还有呢？要不要更具体一点？你可以指着菜单说我点的是这个。明白了，要明确指出错误之处。对，然后问他们是否能换一下。如果等菜等了很久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礼貌地问，请问我的菜好了吗？或者说我们等了很久了。但语气要温和，不要太急。好的，控制情绪很重要啊。是的，服务员也会更愿意帮助你。那如果结账的时候发现不对呢？你可以问，请问这个费用是什么？然后指出账单上的错误项目。没错，让他们仔细核对一遍。哦，原来这些都有固定说法。对啊，多练习几次就熟练了。那如果我有过敏的食物呢？最好在点菜前就先告知服务员。比如我对花生过敏，这样说吗？
完全正确，这样餐厅会特别注意。提前说比出问题再说是更好。是的，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。这确实是很实用的建议。还有啊，如果菜的味道不对劲，比如太咸或太淡，是吗？对，你可以说这个菜有点太咸了。或者味道跟我上次吃的不一样。然后问他们是否可以调整。他们会愿意重新做一份吗？通常会的，好的餐厅会这么做。哇，那这样就安心多了呢。关键是要敢于表达自己的需求。那如果想表扬他们的服务呢？也可以直接说谢谢你们的服务。肯定好的服务也很重要。对啊，这样也能鼓励到他们吗？那除了这些，你还有什么建议吗？记住保持冷静，态度友好。即使心里很不开心，也要忍着吗？对，因为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啊。说得对，和平沟通最有效。没错，这样也能让用餐更愉快。我感觉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。那太好了，我很高兴帮到你。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关于打包的。哦，你想问打包怎么说吗？对，吃不完想带走怎么讲？你可以说麻烦帮我打包一下。麻烦帮我打包一下。好的。也可以说可以打包吗？哦，就直接问可以打包吗？对，服务员一般就明白了。那如果我想打包餐具呢？你可以说可以给我一些餐具吗？明白了，要单独提出来。或者问有打包盒吗？这个也很实用，记住了。对了，你还想知道别的吗？还有关于结账的问题。好的，你想问结账怎么说呢？怎么礼貌地让他们来结账？你可以说服务员买单。买单是直接说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是最常用也最简单的。那还有其他说法吗？也可以说请帮我结一下账。结一下账，听起来更客气。是的，两种说法都可以用。哦，那如果想用手机支付呢？你可以直接问可以用手机支付吗？这样问最直接，很方便。付款方式也要问清楚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个特别的。什么特别的问题呢？如果我不能吃某种食材呢？哦，你是说过敏或者忌口吗？对，比如不吃香菜怎么说？你可以说我不要香菜，谢谢。这样直接说就行，明白了。也可以说请不要放香菜。请不要放也挺好用的。是的，表达清楚最重要。那如果我对花生过敏呢？你要强调说我对花生过敏。过敏这个词很重要。对，还要问这个菜里有花生吗？哇，这真是非常关键的信息。是啊，安全饮食最重要。我感觉今天学到了好多。很高兴能帮你解决疑惑。哦，说到餐厅，预定怎么说？你是说提前订位子吗？对，如果我想订明晚的桌子，可以说我想预定一个位子。然后说明时间人数，对吧？没错，比如明晚7点，2人。哦，明白了，报上姓氏和时间。没错，这样他们会帮你找到位子。那如果我想换个靠窗的位子呢？你可以说请问可以换到靠窗的位子吗？靠窗的位子这个词很实用啊。是啊，如果可能，服务员会安排的。那万一菜上错了怎么办？你要立刻告诉服务员，说我点的不是这个。我点的不是这个，这个很直接。对，并指明你点的到底是什么。哦，
然后他们会换掉它吧？通常会，他们会给你换上正确的菜。那如果菜等了很久还没来呢？你可以礼貌地问：“请问我的菜好了吗？”我的菜好了吗？这个很常用。或者请问还需要等多久呢？这个也很实用，可以问问情况。没错，沟通很重要，不要一直等。那如果菜的味道有问题呢？你可以说这道菜味道不太对。味道不太对，具体怎么说呢？比如太咸了，或者有点凉了。哦，指出具体的问题，这很棒。对，这样服务员才好处理。那如果我想加点什么东西呢？你可以叫服务员说：“请再给我一份米饭。”再给我一份，这个是加点的意思。没错，或者请再来一杯水。这样就很清楚了，不会误会。是啊，表达清晰才能顺利用餐。对了，结账的时候怎么说？你可以招手说：“服务员，买单。”买单，这个词很常用，我听过。对，或者请结账，意思一样。那如果我想分开付账呢？你可以说：“我们想分开付账。”分开付账，这个也很实用啊。是的，尤其和朋友一起吃饭时。那如果我对服务不满意呢？你可以找经理反映问题。怎么跟经理说比较好呢？可以说：“我想投诉一下服务。”投诉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严肃。对，但有时候是必要的。哦，明白了，要说具体问题。没错，这样他们才能改进。说清楚问题很重要。对，可以先说不好意思。哦，就是先客气一下是吗？是的，这样听起来更礼貌。那如果菜不好吃呢？可以说这个菜味道不对。不对，是说味道不好吗？或者太咸了或太淡了。啊哈，要说的更具体些。没错，这样他们才好处理。那如果菜上错了怎么办？你可以说：“我们没点这道菜。”哦，直接说出来就可以了。对，让他们帮你换掉。换掉这个词也很实用。是的，表达非常直接。还有，如果等菜很久了，你可以问：“菜好了没有？”或者说我们等了很久了。可以，再加句麻烦催一下。催一下是催促的意思吧？对，就是让他们快一点。这个很实用，我常会用到。哈哈，是啊，谁都饿不得。对了，吃不完想打包怎么办？你可以说：“麻烦打包一下。”打包这个词很方便。是的，他们会提供盒子。那如果想加水或者加饭呢？你可以说：“麻烦加点水或饭。”都是用麻烦开头吗？大部分情况都可以这样。听起来比较礼貌又清楚。没错，会给人留下好印象。这些词汇都很基础。对，但很实用，也很常用。那如果我想问洗手间在哪？你可以说：“请问洗手间在哪？”请问是问路常用的吧？是的，在餐厅也是一样的。明白了，用请问很有礼貌。对，或者厕所在哪里？厕所听起来更口语吗？是的，两个词都能理解。还有什么情况需要注意吗？如果想点推荐的菜。哦，那怎么问比较好呢？你可以说：“有什么推荐的吗？”这个句子也很简单实用。没错，他们会很高兴推荐。那如果菜不合口味呢？你可以说：“这个菜有点咸。”有点咸是表示委婉吗？是的，比直接说不好吃好。哦，
那如果我想换一个菜呢？你可以问能帮我换一下吗？换一下听起来很客气啊。对，这样服务员会比较好处理。如果上错菜了怎么办？这时候可以说我们没点这道菜。然后呢？直接让他们换吗？你可以接着说麻烦帮我换一下。还是用麻烦和换一下。没错，这些词很管用。对了，如果菜里有不该有的东西呢？哦，你可以说这菜里有头发。哇，听起来有点可怕啊。但必须说出来，不能忍着。那他们会怎么处理呢？一般会给你重做或者免单。听起来还算合理。是的，但语气要保持礼貌。即使心里很不高兴，也要礼貌。没错，这是基本的服务礼仪。明白了，那如果服务态度不好呢？这个就比较难直接说出口。哦，是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服务员可能觉得你在挑刺。那就没有办法了吗？你可以找经理反映情况。经理是负责人是吗？对，他们通常能处理更复杂的问题。那怎么称呼他们比较好呢？你可以说请问经理在吗？还是用请问开头。没错，这是万能的礼貌用语。对了，如果想结账要怎么说？最简单的就是买单或者结账。买单和结账都可以用吗？是的，都很常用，意思一样。那需要叫服务员过来吗？你可以挥手示意，或者说服务员。哦，然后直接说买单就行了。对，或者请问可以结账了吗？这样听起来更有礼貌一些。没错，在任何时候都适用。今天学到好多实用表达。对啊，这些都是吃饭时会遇到的。那如果菜很好吃，想称赞一下呢？你可以说这道菜真好吃。哦，明白了。那如果想更具体一点呢？你可以说这个味道很棒，或者口感很好。口感很好。那如果菜有点问题呢？比如菜凉了，可以说这菜有点凉了。哦，那如果是太咸了，要怎么说呢？你可以礼貌地说这道菜有点咸。然后呢？需要他们重新做吗？你可以问能帮我换一下吗？对了，如果上错了菜，那又怎么办？你可以指着菜说这不是我点的。还有更礼貌的说法吗？比如不好意思。当然，不好意思，我点的不是这个。那如果等了很久还没上菜呢？你可以问请问我的菜好了吗？或者说我点的那个菜还需要多久？对，这样问也很清楚，很直接。说到这个，如果我需要纸巾怎么办？你可以说请给我一些纸巾，谢谢。那要加水呢？是不是直接说加水？可以更礼貌地说麻烦加点水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如果还需要一个勺子呢？可以说请给我一个勺子，很简单的。对了，我还想问，桌子不稳怎么办？你可以告诉服务员这张桌子有点晃。然后他们会来帮忙调整，是吗？通常是的，或者他们会帮你换位子。那如果空调太冷了，可以说什么？请问可以把空调调小一点吗？哦，那反过来，如果太热了呢？可以把空调调大一点吗？或者开风扇？对了，如果我对某种食物过敏怎么办？这很重要。我对过敏要说清楚。比如我对花生过敏，就直接说嘛。对，然后问这道菜里有花生吗？那吃不完想打包，要怎么说呢？
你可以说麻烦帮我打包。直接说打包就可以了吗？是的，他们都能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如果服务员态度不好，要反映吗？可以，你可以找经理说我想反映一下。然后具体说明服务员的问题，对吗？没错，要冷静地说明情况。这是很实用的建议啊。对啊，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很重要。那如果想请服务员帮忙拍照呢？可以说不好意思，能帮我们拍张照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很礼貌的。是的，加上不好意思更合适。我觉得这些表达都很有用。对啊，这些都是吃饭时可能会遇到的。看来在餐厅里学问真不少呢。是啊，掌握这些会让你更自在。那除了点菜和解决问题，还有别的吗？比如吃完饭要买单的时候，哦，买单怎么说最礼貌呢？可以说服务员，请问可以结账吗？结账，这个词我记住了。或者直接说麻烦帮我买单。这两种都可以，很实用。还有，想问洗手间在哪儿？对，这个也经常会用到。你可以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这个句子很简单的，我能记住。或者说卫生间在哪儿？也可以。哈哈，卫生间听起来更日常一点。是的，大家都能听懂的。那如果我想加水或者要纸巾呢？可以说麻烦加点水，谢谢。麻烦加点水。哦，要纸巾就说请问有纸巾吗？这些都是很常见的需求啊。没错，都是很基本的生活用语。看来学好这些，吃饭就没烦恼了。差不多是这样，关键是要敢说。勇敢开口交流很重要。别担心说错，大家都会理解你的。那有没有什么万能句式呢？不好意思，请问，或者麻烦您。哦，加上这些就显得很礼貌。对，有礼貌会让人更愿意帮助你。确实是这个道理啊，小美。所以，保持友好的态度很重要哦。我会记住的，要保持微笑。没错，微笑是最好的通行证。学到了很多，谢谢小美。不客气，大明，很高兴能帮到你。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呢。是啊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肯定会的，这些都很实用。下次在餐厅就不用愁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多练习一下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，也非常感谢大明的精彩参与。好的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拜拜，下期节目再会啦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